嘿嘿，我阿豪啦。今天的故事是我在台灣2月旅行時所發生的事件。第2部，如果還沒看上一部的好兄弟們，記得先去觀看哦。故事是繼續的。還有，這裡先提前告訴大家，雖然是真實經歷，但阿豪是有做些改編的，以讓故事更有趣。看完後，你們猜猜我改的是哪裡啊？在留言區跟我說說吧，嘿嘿。我可不敢再冒險了，我深吸一口氣，肥仔的潛能瞬間爆發，我直接邁開腿，朝着那個站點狂奔而去，以100米衝刺的速度，硬生生的超車了那個路人男生，搶先一步把悠悠卡拍在那個感應器上，解鎖成功。我把車拉出來，跨上去，然後回頭望向我朋友的方向，但卻發現那個被我超車的男生滿臉厭惡地瞪着我，嘴裡還不斷地碎碎念着什麼。你老是跨小上小的走狗雞，然後就心不甘情不願的去旁邊刷了一輛普通的手動腳踏車，還一邊盯着我一邊碎碎念的騎走了。這時，我騎在電動車上，得意的對着走過來的矮矮笑道：“嘿嘿，好像還真的被我說中了誒。”但那個人意外的客氣呀，會不斷的問候我母親。你就開心啊，我嘞。接下來回程的路上，我朋友就一直找不到可以替換的電動車，就衰咩，他騎得氣喘吁吁。嘿嘿，喲呼！我在旁邊靠着電動輔助，悠哉的像在散步，吹着冷風，爽得很。大概騎了2公里多，我們偏離了熱鬧的市區大馬路，轉進了一條比較幽靜的巷子。這裡的兩旁都是老舊的公寓，路燈的顏色是那種昏黃色的，照在柏油路上，有種說不出的昏暗。走出巷子後，便是一個社區型的小公園。呀呼！好，我不行了，我要休息一下。OK， 我和矮矮把腳踏車停在公園邊緣，直接就走到公園裡的長椅上坐下。那個公園不大，中間有一組那種塑料的溜滑梯遊樂設施，旁邊有幾個彈弓和秋千。晚上的公園一個人也沒有，四周安靜得只剩下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。其實我當時就覺得這個公園的氣氛有點奇怪。我們休息夠了就走吧，這裡感覺怪怪的。矮矮點了點頭，我們便轉身準備走回停腳踏車的地方。但就在這時，不好意思，有人叫住了我們。然後一陣奇怪的聲音從公園的另一頭傳來，那是某種輪子缺乏潤滑油、金屬摩擦發出的刺耳聲音，而且聲音很沉重，像是有什麼重物壓在了上面一樣。我循着聲音看過去，但他已騎到了我們面前，是一個男人，帶着詭異笑容的男人，嘴角還流着紅色的汁液。我猜是檳榔汁吧。他看起來大概40多歲，穿着一件洗得發黃的白色汗衫，下半身是一件寬鬆的西裝褲。但他騎的不是普通的腳踏車，他騎的是一輛兒童腳踏車，那種有着輔助輪，車身塗着鮮豔卡通圖案，大概只有到我膝蓋高度的兒童腳踏車。這畫面太詭異，也太荒謬了。我跟朋友站在原地，完全愣住了，不知道該做什麼反應。此時，這個怪人發聲了。他這一笑，我背脊也跟着發涼了。請問，我可以問你個問題嗎？他開口了，聲音很乾癟，像是很久沒有喝水一樣。我跟矮矮對視了一眼，
矮矮勉強擠出一個禮貌的笑容。請問有什麼事嗎？那個男人沒有改變姿勢，連頭都沒有轉動，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我們。我朋友說這裡有賣腳踏車，你們知道是哪裡嗎？這個問題太荒謬了，大半夜的，在一個偏僻的小公園裡問我們哪裡有賣腳踏車，而且他現在胯下騎着的那輛又是什麼東西？不確定誒。矮矮盡量保持鎮定，指了指我們自己。我們是馬來西亞來旅遊的，對這裡不太熟悉。正常人聽到這種回答，通常就會道謝，然後就離開了吧。但他沒有，他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，甚至連眨眼都沒有。他就像是一個設定好台詞的 NPC， 跳過了我們的回答，繼續播放他的錄音。我朋友就說這裡有賣腳踏車啊，但他又沒說在哪。那是哪裡啊？他語氣平淡，沒有任何起伏，連每個字之間的停頓都一模一樣。空氣仿佛凝固了，我感覺到周圍的溫度似乎下降了幾度，那種被某種不屬於這个世界的東西盯上的恐懼感開始在心底蔓延。我們真的幫不到你啊，我們是外國人。我忍不住後退了幾步，聲音有點發抖。他還是沒有反應，那雙藏在厚重鏡片後面的小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們。但我朋友說這裡有賣腳踏車啊，那是要我怎麼找啊？這一次他語氣突然變得極度暴躁，聲音拔高了8度，但他的臉上竟然還是掛着那個僵硬的陰森的微笑。這是一種極度撕裂的違和感，憤怒的語氣配上死人般的微笑。我們就這樣在路燈下隔着3公尺的距離死寂的對視着。我不知道啊，去問顧客小姐吧。靠北，你還算兄弟嗎？自己跑了就算了，還搶走了我的電動車。我們兩個幾乎是用飛撲的姿勢跳上腳踏車。NPC 出來啦！哎呀，你這個撲街啊！快還我電動車啦！我們衝出了公園，騎進了那條昏暗的巷子。我以為只要我們跑遠就沒事了，但我錯了。那個聲音，那個兒童腳踏車輪軸摩擦的聲音，而且聲音的節奏變得非常非常的快。這時，騎在前面的矮矮可能也聽到了，回頭看了一下，然後他就瞬間加速，喊着：“他追上來了啦！幹！他追上來了！”矮矮的聲音裡充滿了絕望與恐懼，但這在物理上是絕對不可能的。一輛成年人騎的電動 U-Bike，加上一輛全速踩踏的普通腳踏車，時速至少有20公里以上。一個成年男人蜷縮在那麼小的一輛兒童腳踏車上，怎麼可能追得上我們？但我耳邊那呱唧呱唧的聲音卻越來越近，越來越清晰。我終於忍不住轉頭看了一眼，那一幕我這輩子都忘不了，並不是因為那男人就在後面緊跟着，而是他的背後還坐着一位臉色蒼白的女人，正在他耳邊像是說着悄悄話，然後他的頭微微歪向一邊，臉上依然掛着那個詭異的笑容。不好意思，我朋友說這裡有賣腳踏車，但到底是哪裡呀？此刻我終於明白他所謂的朋友是誰了。我嚇得眼淚直接飆了出來，死命的踩。不知道騎了多久，前方終於出現了大馬路的亮光和車流聲。我們像是看到救命稻草一樣，不管3七21就往出口衝出去了。我們兩個衝到馬路對面的便利商店門口坐了下來，劇烈的喘息着，肺部因為吸入太多冷空氣而生疼。我看向那個巷口，
巷子裡昏黃又暗，什麼都沒有，沒有腳踏車，那個男人也不見了。而就在那天晚上，我們嚇得把飯店房裡所有的燈都打開，不敢睡覺，也擠在一張床，用平板拉滿聲量，看着米奇妙妙屋，就為了壓壓驚。跟我說一次。米斯卡，穆斯卡，米老鼠。MICKEY，MOUSE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我常常在想，他一直問這裡有賣腳踏車嗎？如果當時我們回答有，或者是表現出任何想要幫助他的意圖，會發生什麼事，我們就不曉得了。嘿嘿，感謝大家把影片看完哦，也感謝右上角加入我會員的土豪們哦，阿豪萬分感謝，也愛死你們了。最後，喜歡好恐怖動畫的大家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、打開小鈴鐺哦。我們下個星期見嘍，拜拜。